哎，大爷，这个豆片是不是挺好吃的？挺有名的。可以，啥吃没那么回事儿。那么回事儿。一般。一般。啊，这个桑梓豆片也是这儿特产。就那样。实际上啊，它也是最近它最近出名。实际是人家三河的豆片。啊，是哪儿的？三河。三河。三河是哪儿？三河就是也是个镇。我们这边的那边的，北京完了土建三河呀。三河的，它挨着三河，挨着武清，实际武清的最好。哦，武清的最好。哎，武清。那它为啥叫桑梓？桑梓啊，咱这地方，他这一学着，哎，弄的。哦，就是桑梓也是跟别的地儿学的。他挨着人家三河和武清。挨着三河和武清。哎。然后他反而出名了。弄得也挺好。然后弄在这弄的。在这片来说，他都。他有名是吧？哦，这么个意思。这几年都打入就卖早点了。大爷，你买这啥？馒头。馒头、窝头、棒子面的。棒子面的。哦，这么个意思。他还是跟别人学的。哎，实際上人家最早就是武清县干豆丝儿。哦，武清县的干豆丝儿。哎，就是。哦，然后学过来成了桑梓镇的豆片。豆片。这邊叫豆片，人家武清县叫干豆絲兒。哦，明白。店可真小，在这点。哎呦，这么多的菜单。我瞅见了啊，就这个卷豆片豪华版6块5，那就点这个啊。再来个麻酱鸡蛋，再来个龙虾，这没龙虾了。哎，大姐在这点是吧？行，给我来一个那个豪华的，豪华的。在这吃吗？在这吃。再来一个麻酱蛋。再来个豆腐脑。还有别的吗？再来个那个啥？朝鲜面。朝鲜面。光想说冷面，这是人家朝鲜面。朝鲜面热面这是。这还13块5啊。辣条呢。豪华的全有。哦，这是油饼。鸡蛋、油饼。鸡蛋。对。辣条。来，麻酱鸡蛋在这儿。哦，在这儿我自己拿。这是出餐太快了。朝鲜面。还有辣白菜，哦，这还有辣白菜。他这个辣白菜，我一听朝鲜面，然后一听辣白菜，我说啥辣白菜？其實就是這樣子啊，就自己醃的這種。這可不是什麼韓國、朝鮮或者延邊朝鮮族的這種辣白菜不一樣。還有鹹菜絲兒，這可是當地特色了啊！哎呀，這玩意兒出餐也太快了，剛點完這我還沒準備好，那就嘩嘩全跑了。然後不僅出餐快，這關門也快。現在9點，上午9點鐘這早餐店凳子都架起來了，要吃得趁早。這個就是招牌產品啊，桑梓豆片，這是麻醬雞蛋，3塊錢的朝鮮麵，2塊錢的豆腐腦。好家伙，真便宜啊！你別看便宜，哎，這玩意兒吃着還複雜，為啥？剛才我看那還有很多調料，我問了一下人家這個大姐，人家說，哎，你這豆腐腦你還得加調料，這個麵也能加，白端過來了，再端回去啊。
看见没？這麼多調料，怎麼加呢？這是天津人最愛的麻醬啊，來2勺，這還有蒜汁兒，來1勺這個蒜。這是啥？哦，这還是花椒油，點一點兒。這豆腐腦就 OK 了，這個面就簡單了，就來個辣椒就行。OK。还有，给它拌一拌。哇，你看这个面条，非常的筋道，就感觉有点像米线。其實啊，就是这朝鮮族的这個冷面的那個面，所以叫朝鮮面，就是這個冷面熱做。我這麼一說啊，這個朝鮮面啊，那大家都感覺很奇怪，說那為啥這兒有朝鮮面呢？就是因為啊，在清朝末年的時候，有很多這個朝鮮族的人，然後來到了這一帶啊。其實這個京津冀啊，有一些地方都吃這個。不過叫法不一樣，這兒呢叫朝鮮面，有的呢就叫冷面，還有的呢叫油絲面，啊都是這個東西啊。這玩意兒就一燙就好，本身它就是熟制的，鍋裡頭歘一燙就完事兒了。哇，你还別說，這吃起來啊，特別像米線。然後筋筋的、彈彈的這個口感，關鍵是人這個湯好。不錯，這其貌不揚的一碗面還真好吃。這還有一種吃法啊，就是把這個辣白菜往上一放，啊，這當地人我看都這麼吃。再來點這個鹹菜絲兒。這一筷子下去，有面有菜兒。可以。一夹這個就脆脆的。乾的配湯，這湯呢，要麼是朝鮮面，要麼就這個豆腐腦。哇，這個麻醬好香啊！這個豆腐腦啊，這個精髓啊，全在這個滷子上啊。這個滷子啊，鹹可口。關鍵是啊，這裡啊，就特別能吃鹽，因為吃起來啊，就非常的鹹，絕對是重口味愛好者喜歡的啊。這是給你調的。這是大勺啊。桑子豆片是啥？其實就指的這個，就是豆腐皮兒啊，這叫豆片。這一般這店裡頭啊、超市還有這趕集的集上都有賣這個桑子豆片的，只不過他們家就把這個豆片捲了這些東西。這裡頭有啥？我這是豪華配啊，油餅，還有一個腸，還有煎的蛋啊，還有這個辣條。好家伙，這一看這加辣條，這就知道啊，這不是什麼傳統美食啊，這都是自己發明的。這辣條以前也沒有是吧？但是這個豆片，哎，人家是傳統美食啊。啊，我發現這天津人啊，真愛捲東西吃。捲餅就算了是吧？人家這還捲着豆皮兒。好吃。哦，怪不得要配个湯，噎得慌。主要還是講這個豆片，這個豆片是五香味的，然後有鹽，鹹的。非常的薄，你看到沒有？哇，這麼薄，有多薄呢？你看我這個手啊都能透過來，透光。關鍵它不僅薄啊，它吃的還筋道，又薄又筋。再來一口，好吃。再嘗這個麻醬雞蛋，你看啊，這個朝鮮麵是吧？豆腐腦。還有這個豆片啊，這大家都能理解。這個麻醬雞蛋這一聽就更迷糊了。麻醬雞蛋是啥呢？這跟麻醬有啥關係？我跟你說，其實啊，它就跟這個鹹鴨蛋是一樣的，只不過它制作的時候是浸在這個麻醬裡頭，然後這個麻醬裡頭呢加了什麼五香調料啊，還有這個水紅泥啊這些東西，然後醃1個月，醃1個月之後呢，然後再把這個麻醬表皮啊一清洗乾淨之後，然後上鍋這麼一蒸就好了。剝開裡頭，我跟你說，內有乾坤啊！
内有乾坤，内有乾坤是啥嘞？就是这个沙沙的、油油的这个黄，像不像这个咸鸭蛋？哇，好香啊，都流油呢。它也不是特别的咸，但是非常香。哇，这个看着好有感觉啊！你看这个，哇，这叫沙馅儿，香。这家店这个店家绝对是急性子，这吃着呢，这就夹凳子。对，我都不敢站起来，是吧？你说我去拿个东西回来，这凳子夹这儿。小嘴一擦，这早点吃完。刚才我问了一下人家刚才是打扫卫生的，我以为是卖到这9点多就不卖了，人家一直卖到中午，就是1点钟之前啊都能吃。想来吃的别把这时间搞错了。然后那边呢就很近300米啊，就是独乐寺。那来到这儿一定要逛一逛独乐寺，饭后消消食。吃吧你们。渔阳古街，这个独乐寺啊，就在这个渔阳古街里头。这个渔阳呢，就是冀州以前的这个称呼，古称就是渔阳。在这个渔阳古街周围啊，还有白塔寺，还有鲁班庙啊，都可以逛一逛。然后咱呢就看这个独乐寺啊，一张票33。啊，这还是景区入口，哎，不用了。哎，来吧来吧，这是景区入口，等门票。我们不用。独乐寺，这个独乐寺呢，始建于隋代，在辽代的时候又进行了重建。然后这个独乐寺里头是看3绝，哪3绝呢？一个古建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泥塑，还有一个就是壁畫。这個獨樂寺啊，它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？有2種說法。那一種說法呢，就是指這個安祿山啊，然後在這個冀州這裡啊，是起兵反唐啊，思獨樂而不與民同樂啊，所以叫獨樂寺。這是一種說法。那還有一種說法呢，就指的是佛家的一種寓意。獨善其身而後普度眾生啊，這是一種說法啊，所以叫獨樂寺。你看這3個字，這誰寫的啊？據傳說是明代的這個第一大奸臣啊嚴嵩所寫。一進這個山門，氣勢恢宏，這是哼哈2將。哇，你看這大門檻子這麼高，這就是壁畫。进来獨樂寺啊，看建築看啥呢？就是我身後這個觀音閣。這個觀音閣，你從外面看它是2層的，實際裡頭是3層。然後上面有個匾叫“觀音之閣”，這4個字啊是唐代李白所寫。那底下還有一個匾叫“具足元成”，那這個匾呢是咸豐皇帝所寫。然後你從外邊看，你看它有這個4個柱子，你看沒？咱一般這個古代的建築這沒有這柱子，就感覺挺多餘的，這是這個特色。然後進去啊，裡頭這個鎮寺之寶啊，是這個泥塑的菩薩，那非常的高，11面觀音。這個觀音閣為啥震撼？你就看它這個比例，我往這兒一站，你就看這個斗拱，這比一般的這亭台樓閣都大得多，這麼大。哇，太高了！這就是11面觀音，它前面啊，然後是1面，然後背後呢，這還有10面，所以11面是泥塑的，是全國最大的這個泥塑的觀音像。你看它為啥分這個3層啊？就其實是可以上去的，但是現在不讓你上，只能從這兒拜。從觀音閣出來呢，這就有個小亭子啊，這是韋馱亭。這個韋馱啊是降妖除魔、護佛法的一個使者。這就是獨樂寺的乾隆行宮。這個乾隆啊是特別喜歡獨樂寺，你看這兒寫着呢，這裡頭珍藏着28塊乾隆御筆的這個碑刻。這麼多碑刻，
都是乾隆御笔。这儿的风景真不错啊！你看那边，那是冀州的渔桥水库。这个水库也叫做翠屏湖，为啥叫翠屏湖呢？就因为这有个山叫翠屏山。那这个湖，这个水库号称是天津人民的大水缸啊！为啥这么說？就因為啊，它是引滦入津水利工程重要的一部分。天津人民喝的水啊，就從這兒來的。你看我周圍有很多人啊，這兒登高望遠，這是一個觀景平台。那這些人啊，有很多啊，都是天津的，還有北京人啊。開車自駕來這兒啊，尤其周末的時候，這些打工上班族是吧？來這裡洗去一身的班味兒啊，倒不是說讓你到那裡頭洗去啊，那人拿鐵絲網圍着，那是飲用水源啊，就是說你來這兒吃個農家樂，還逛一逛，放鬆放鬆啊，洗去這個班味兒。從這個角度看過去啊，登高望遠，像不像洱海？有的人就說這是冀州洱海啊，還有人說啥來是馬爾濟夫，這個有點誇張了啊。中間有個島叫濟州島，你站在這兒都不用出國了，啥都能看見啊！咱來到這兒也要洗去這一身的班味兒啊，找一個農家樂嘗一嘗啥啊？水庫魚，這裡頭產很多魚啊，魚和蝦，去嘗一嘗。這就是縣道，然後縣道的那邊呢就是水庫，然後圍繞縣道這兩邊有很多吃魚的館子。今兒咱吃這家，為啥吃這家呢？就因為他家不僅有魚，這還寫着燻大鵝，嘗嘗這個燻大鵝。還有雞叫，還有鵝叫。這家這一進來厲害了，因為他們家不僅僅是吃魚，這個鐵鍋燉魚啊，這還有滷味兒。好家伙，你看這滷鵝，這還有豬蹄兒，哇，這看見啥都想吃啊！這麼大個的鵝蛋，跟我的手比一下，哇！一會兒再來兩個，就來這倆入味兒。這全是滷味兒帶走的，全是滷味兒帶走的。哦，這是寫的是啥？是人的名字。對，是，對。那你這發快遞還是人過來拿？人家過來拿。哦，過來拿，過來取的。哎，對。哦。你像這個。哎呀，不僅是燉魚啊，這個滷味兒也是人家特色。啊，對，你看。哦。這個他都是送禮的，送禮回來我都給。這麼大個鵝。回來我都給他。一隻鵝配個這個手提袋，他送禮的不是好看點嗎？都是這樣。哦，我聽說咱家這個滷味還是那個商標，註冊商標的，自己註冊的商標啊，對，哎呦，自己註冊商標。你就這一個店嗎？就是自己做？就這一個店。哦，哇，這滷多長時間？這麼入味兒，感覺這個顏色。我們這都是老湯滷制3個小時以上。3個小時。小火慢燉。哇，你看這個色，這一看就入味兒啊。是。下酒菜。對。這疙瘩是溜疙瘩。那是疙瘩粉，這個是溜疙瘩。這個是溜疙瘩。這是溜疙瘩。哦，我來溜疙瘩，還有這個是炒河蝦。炸河蝦那是。炸河蝦。嗯。看看這大鐵鍋。哎呦，這院子太舒服了，這麼大。我說剛點火。剛點火。你先把這個。這是養魚的。我先把這個拿過來。你這院兒真不錯，這麼大。開闊的。我的媽呀，這個鍋夠大了。但是咱這個菜用不上這麼大的鍋，這個鍋為啥這麼大？就是它這水庫裡的魚大。啊，對。
最大的有多大？最大约得二十多斤吧。哇，20多斤，赶上小猪崽子了。我就想看看这个盖儿有多大啊！哇，这能把我炖进去，我感觉。我们那个是拿这个做的吗？对。啊，这小锅。一般的4、5斤的鱼都是小锅。啊，小锅也够大的。你从那边房子到这边院儿全是你的。对。哎呀，这么敞亮。有3亩地了。3亩地，你看这多大？你看这块儿。这就是养鱼的地方啊，这水库鱼，跟个游泳池一样。一条水库的鱼。哦，这就从水库捞上来以后，然后放在这里头养着。对对。这是柴火，这大铁锅，这才叫大铁锅柴火炖啊！把这炉子给它掏一掏。吃着农家院美食啊，就能体验自己上手的快乐啊！那边还有鸡叫，太有乡村的感觉了。行了，捅2下行了，一会儿玩会儿尿炕去。趁大姐不在，我悄悄打开看一眼。哇，鲜活的！它这个是杂鱼，有鲤鱼，有鲫鱼，还有嘎鱼。这嘎鱼啊，就是黄辣丁，全是水库里的。这鸡就这么散养着是吧？对。也不乱跑。对，绝不做个鸡。喂不用喂，它自己吃还是要喂？喂。也要喂。你看我们的大饼嘛，你看这骨包骨多大，你家这那啥骨骼怎么样？你看这骨包是吧？在我的强烈要求之下，我觉得这儿挺好看的，因为后边有荷花，
我说能不能给我搬張桌子坐这儿？人家费心了，专门给搬个桌子坐这儿。这大姐还挺贴心啊，怕这个蝇子吃菜，这蚊子吃我，给我弄个蚊香，再放在这儿啊。不错不错，挺好。这菜还没上呢，你。哎呀，这小院真舒服。菜上齐，哎呀，有一说一啊，这太丰盛了。这看着是这个农家院，但人家一上来你看没，就这个颜色，我感觉这个颜色搭配啊都很有讲究，红的、绿的、黄的，你看着就很有食欲。关键是啊，你看这坐在这院子里啊，这蝇子太多。你看这大姐给这儿放了个香，这儿放了个香，是吧？这前边是菜，这两个香，我往这一坐，这神仙吃饭，这哪是人吃饭是吧？吃之前，哎，先喝点这个盘山。一看这盘山这俩字就知道了，这是冀州的特色啊，冀州特产野生酸枣汁，尝尝，这玩意儿开胃啊。哇，跟那个山楂汁有点像，酸酸甜甜，棒棒棒。先吃哪个？我跟你说，先吃饼。我看见这个饼离我太近了，这闻见这个香味儿，哎呀，这里头有猪油是吧？啊，食用油，食用油，太香了！这个饼，你看这个饼，你就说怎么形容，用啥词儿？叫外酥里嫩，哎呀，外酥里也酥，千层饼。再看这个个头，我给你拎起来，你看一下啊，这是一整个的，哇，不敢拎了，太碎了。这个饼啊，要拉开整个能这麼大，这不管什麼魚了啥的啊，一定要先來個這個。你看這裡頭一層一層的，哇，太香了。好吃好吃，其實太酥了。而且它這個裡頭放了一點點鹽，吃起來鹹鹹的。你就單吃啊，麵香味，還有這種油的香味，還有鹽，口感又好，絕了絕了。哇，好吃！再來塊餅。咱這着急啊，這先乾碳水，再來塊餅幹啥呢？還是不吃魚，我先吃點這個湯。這一看打小都沒吃過啥好的，淨蘸湯。但是我跟你說，這會吃的才蘸湯呢。這個魚的精華全在這湯裡頭。千層餅一泡，這就分了層了。你看滴這個湯，我的媽呀！哎呀，這就不過了，我跟餅槓上了。你看這不是說跟餅槓上了，是因為啊，這個餅剛一出鍋，它就是在這5分鐘、10分鐘之內是最好吃的。所以啊，你一定要趁這個好吃的時候。哇，就這我還沒嘗試啊，他家另外的主食，它可以在這個魚鍋裡頭啊，貼餅子
然后還有這花卷兒，再嘗這個魚，你看它這個是鯽魚，這是嘎魚，就黃辣丁啊，這是鯉魚，全是水庫裡的，包括這個蝦。吃這個蝦也不用扒蝦了啊，這就直接嚼就行了。香。這河蝦啊，它一股這種鮮甜味儿。哇，你看这個魚子，這麼大一坨，金黃金黃的，這一口下去還不香暈了。本來這個湯汁挺多的，最後燉把這個汁兒都收成這個樣子。有的加啤酒，有的加白酒，人家加的是白酒。你看這影子，我還沒吃呢，你看這人又来。这坐在院子就有這個壞處，不過這個環境好，吃底下這個在湯汁裡泡着有味兒。一定要小心刺兒啊！肉質很嫩。其實它這個魚啊，燉的時間也不是太長，就半個多小時，所以說你還能吃出來這個魚就非常的這種新鮮的這種感覺。如果你燉時間太長了，這個汁兒啊全部都進去了，雖然說入味兒，但是很容易這個魚味兒就丟失了。這個感覺太奇妙了，又有魚味兒，又有醬香味兒，還有這蚊香味兒。來嘗這個黃辣丁，哇，這個頭也不小啊。其實這魚裡頭啊，我特別愛吃這個，這肉質啊，這個味道都很棒。哇，還是這個肉質好，更細嫩，酥酥的撒了椒鹽的小河蝦。哎呀，你听这个聲。這真是休閒小零食啊！配點啤酒，哎呀，太美了！就喝點小酒，一會兒這盤子就沒了。我每次吃這個，我就想，為啥哪個食品公司不出一個這種膨化食品的這種包裝啊？就是一炸吧這個小蝦，吃起來酥酥脆脆，多好吃！有的是那種烘乾的，烘乾的没有这种油炸的香，尤其再有这个椒鹽，这菜太頂了，喝點這個清淡的粥，玉米粥。你看來到這兒，這每一家菜館都有這個粥，有白粥，有玉米粥，然後都給你這個小鹹菜。人家這個是老鹹菜。配這個粥的還有這個拍黃瓜，還有這金黃的雞蛋，這蛋好吃，每次啊一吃這個蛋就感覺到這就是農家菜，直接上手。你看這個鵝肉，哇，看裡外這個顏色，是不是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慾？先吃這個鵝腿兒，這有倆鵝腿的啊，這給攝像留一個啊！別說我都把好吃了。它和滷味不一樣，除了這種老湯的香味啊，還有這種燻的這種味道，所以叫燻鵝，絲絲入味。好吃好吃。再搭配一個小蔥。這最好吃的部分就是這個鵝皮，你看這個顏色，這是一塊純肉啊。哇，它這個鹽度也不是特別的鹹，能接受。這還有鵝蛋，把鵝蛋差點忘了，你就看裡頭這個顏色一層一層的，這個蛋白啊就摸上去啊特別的彈性 ，QQ 彈彈的，整個蛋你看看，胖嘟嘟的。外表這個是彈的，然後裡頭這個蛋黃是綿密的。這是一個滷味拼盤，這是豬耳朵，配了個蘸汁兒。本來就要個這燻鵝就行了，我一看這滷味也不錯，為啥要這麼多啊？咱一會兒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啊，咱就打包，這回去吃啊更過癮。回去追個劇，看着劇一邊吃，再喝點小酒，哎呀。美滋滋啊！溜疙瘩蓟縣特色，
这个是疙瘩皮，酸酸的味道，好吃。在济州啊，基本上所有的这种农家乐、农家菜馆都有这个溜疙瘩，还有炸河虾，还有这个炒鸡蛋啊，这3个是一定要尝的。哎呀，这本地这菜量这太可怕了！我这么大的饭量，这2个人，你看，那吃完啊还要打包这么多。你看这句话写得多好，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，不能辜负，撑死我了。